美国6代机的研制贵有贵的道理，其模块化设计快速迭代，这样的做法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日前，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表示，每架载人的 NGAD 战斗机可能会耗资数亿美元。这个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的计划，可能是历史上最昂贵的军机计划。每架 NGAD 战斗机的单价很可能会超过 F-22。肯德尔没有具体说明一架第6代战斗机可以花费多少钱，但表示该项目正在讨论该机的单价。肯德尔说，这是一个会引起你注意的数字，这将是一架昂贵的飞机。肯德尔表示 ，NGAD 战斗机将非常有效，但必须为它配备更为便宜的平台，以扩大其在战斗中的效能。他设想中的这个平台，就是所谓的中程僚机。美国空军目前没有透露未来的 NGAD 战斗机的无人化中程僚机需要花费多少钱，但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的空军学会3月份会上的主题演讲中，肯德尔表示，希望这些无人战斗机的成本不会超过有人战斗机的一半。如果 NGAD 战斗机的单价费用是数亿美元的话，这表明所谓的无人驾驶中程僚机的成本可能与 F-35一样多，或者是更高。美国空军的 NGAD 计划在开发阶段就采取了适当降低成本的措施，通过使用政府控制的模块化设计和接口，可以确保飞机能够轻松地获得升级和维护。那么，美国的所谓第6代战斗机 NGAD 如果采取模块化的设计和接口，将对未来战斗机的研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一，它的升级速度会更快，可能类似于手机一样不断的迭代。第二，将给那些提供系统服务的厂家带来更为激烈的竞争，而这样的竞争有助于在性能提升的同时，进一步降低采购成本。第三，采取这样的措施有可能会加速战机的研制进程。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第6代战斗机现在所采取的设计和制造方式，其迭代速度对战机的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这个应该说是比较肯定的，因为战机的相关系统的迭代速度越高，作战能力的提升呢也就会越快。过去的战斗机，不论是第3代战斗机还是第4代战斗机，他们在研发的过程中都会经历几次迭代，尤其是在投入大批量生产之后，往往每隔几年就要进行一次升级。但是这个升级的过程相对来讲比较缓慢，但是每升级一次都会对综合作战能力有倍增的效益。综合起来看，军机的升级迭代可要比民用产品慢得多。一般而言，我们所使用的智能手机1-2年就要迭代一次，而战斗机可不敢这么干。你像美国的 B-2 隐身战略轰炸机，它是上个世纪80年代推出的一款相当先进的产品，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它很多的机载设备都没有进行升级改造，因为成本太高。比如 B-2 战略轰炸机所使用的机载计算机，当时刚出来的时候是相当先进的，大概相当于286的水平，要比民用产品要先进。但是那么多年过去了，民用计算机已经不知道升级改造了多少代，但是他们依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美国的 F-22 隐身战斗机也是如此，和后续推出的 F-35相比，它的机载设备可以说整整差了一代还要多。无论是座舱的显示系统，还是对内对外的传感器，和 F-35相比 ，F-22都差了很多。那么 F-22能不能升级呢？
可以做升级，但是升级的成本是相当高昂的。我们知道很多的航空产品都是需要大量的试验测试才能够定型。那么一旦定型以后，随便更换一个系统或者是机件，都是需要大量的重新测试和研究的，而这些都是要花钱的。因此，他们往往采取的办法就是能不改就不改，保证安全为第一位的。那么对战斗力的提升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那么如果未来的第6代战斗机，它的机载航电系统或其他的一些系统都能够快速的进行迭代，那么在1年内、2年内，它就可以迅速的提升一个新的量级，综合作战能力就可以随之水涨船高。但是这么搞可能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为过去还没有人这么尝试过。那么中国现在也在研发第6代的战斗机，那么在研发过程中，我们肯定会追求技术和性能的先进性，因此呢，也需要关注未来我们的迭代升级的速度问题。如果美军的所谓的第6代战斗机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那它是怎么做的，怎么搞的，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并且采取相应的技术对策。只有了完善的技术对策，在设计阶段就考虑其全寿命使用过程中的升级和改造，从而呢就可以大大的节省我们在升级改造过程中所投入的成本和相应的费用，从而实现花比较少的钱，快速的提升作战飞机综合作战能力这么一个目标。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